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。这个故事是那个好多一线明星的御用风水师讲的，就是那个风尘仆仆从贵州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山村里赶过来的那个。他这次去贵州是去见一个人，当地人叫他灵菩萨。这个灵菩萨比较神秘，他是一个巫师。好多人可能有疑问，这世上还有巫师吗？其实有的，像东北的萨满、湘西的蛊术，都属于巫术，还有比较低级的，像河北内蒙的看香，东北的出马仙，闽南的伏击，也都是属于巫术。不过大部分巫术都是装神弄鬼，不值一提的拙劣表演。不过有些地方，像云南、贵州一些极偏远的地方，还存在真正的巫师，就是真正会一些失传巫术的人。这个风水师是在好多年前在北京认识的灵菩萨，那时候他对玄学刚入门，属于似信似不信的状态，所以当时一面在青城山跟着师傅学习道术，一面到处寻访高人，想看看究竟有没有高人。后来就见到了灵菩萨。他见灵菩萨的时候，灵菩萨还在北京做馆。所谓做馆，就像开饭馆一样，你付了费就能见到他，然后当场问他事情。当时风水师和2个朋友一起付了费，见了灵菩萨。灵菩萨看了看3个人，就说：我知道你们不信我，那我就先给你们算算吧，算准了你们再付钱。然后他就给3个人挨个算了算。第一个人是个小企业老板，他对小老板说：你公司账上还剩4873块钱。小老板就咧嘴笑了，因为他是做外贸生意的，生意还不小，这又没遇到什么危机，怎么可能就剩下几千块呢？扯淡吗？灵菩萨挥挥手让他出去给财务打个电话问问去。第2个人他直接说：你钱包里有3张银行卡，3张卡的密码分别是多少？第2个人当时冷汗就下来了，因为分毫不差，他就求灵菩萨指点前程，说自己是个老师，不过很喜欢表演，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什么的，想看看是否能在演艺圈发展。灵菩萨说：做老师也可以表演，你就继续当老师就挺好，以后会名利双收的。10几年后，这个人成了一个著名的网红老师，前几天还上了热搜。轮到风水师了，结果灵菩萨看看他，对他说：你眼睛不好。风水师说：对，眼睛这几天老干涩不舒服。老太太就说：因为你们家阳台上养2只尖尖的小动物，那个妨害了你的眼睛，把它们拿走就好了。他赶紧问：那是什么尖尖的小动物？老太太就让他伸出手掐住他的虎口，然后闭着眼说：是一只乌龟。很奇怪的乌龟，脑袋尖尖的，身上也尖尖的。他就出去打了个电话，让老婆在阳台上找了找，才发现原来儿子偷偷在那养了2只鳄龟。这鳄龟可不就是浑身尖尖的。他后来让老婆把鳄龟拿走了，眼睛就好了。他刚挂了电话，第1个小老板急吼吼跑过来，恳求菩萨救命。灵菩萨就问他：公司的钱是没了吧？他一脸忧憾说：是没了，被他们卷走了，还真是只剩下那么点儿了。这个小老板的公司是典型的小家族企业，财务是他老婆出，纳是他小姨子，他自己在外面包了2奶，好多天没回家了。结果打电话一查，公司没人了，找银行的人查了查，才发现公司的钱都被他老婆转走了。他这下子可慌了，赶紧求灵菩萨帮他把钱找回来，又要找律师跟他老婆打离婚官司。灵菩萨就说：你就是自己作死，你这个老婆招财的，你跟他离婚了，马上就会破产，而且有牢狱之灾。那个小老板被吓住了，但是心里还是有些迟疑。灵菩萨就说：你外面找的这个女人不行的，她是不是瘦长，脸下巴尖尖，颧骨高？这种女人爱折腾，娶她会败家的。小老板狠狠跺了一下脚，付了钱回去了。后来据说跟外面的女人断了，后来一家人过得还不错，早就是亿万富翁了。风水师等他们2个走了，就问灵菩萨，想看看未来自己做什么能发财。灵菩萨就笑说：最大的财神不就在你头上吗？风水师听不懂了，再问灵菩萨，就什么都不说了，只是说他未来就明白了，他要给钱，灵菩萨也不收，说先结一个善缘吧，以后还有事情要麻烦你呢。风水师就不明白了，不过有些高人喜欢打击风，有时候喜欢故弄玄虚，他也没有深究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听说灵菩萨闭关了，回贵州去了。再后来他正式开始修到了主修的财神法，拜的祖师爷是赵公明。想想当时灵菩萨说的那句话，最大的财神不就在你头上吗？觉得他还是很厉害的。后来在一次道友聚会时，有人提到灵菩萨，说北京这边的红色圈子很信他，因为老太太不光能断事，关键她能平事。所谓平事，就是你出了事情，她能做法事给你化解。比如有人进去了，眼看着要完蛋了，她那边一场大法事能让你出来。
所以经常有人花了天价请他平事。但是这种事情嘛，逆转因果有伤天和，做多了容易出问题，所以他在北京待了几年后，身体就不行了，据说被反噬了，紧急去了贵州休养了。风水师就问，为啥要回贵州啊？这些人就说，贵州西边的乌蒙山区有一块比较神秘的地方，那里冬暖夏凉，终日碧空万里，号称天门。风水师就问，这个天门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就说，这个地方嘛很难讲，据贵州那边的巫师说，这个天门指的就是天界的大门，这是人间和天界接壤的地方，从天界下来的人都要从他们那里下界，有时候天上的东西会附在人身上，那种人突然就有了神通了，被称为菩萨。风水师就说，不是说神佛不能附在人身上，仙人藏魔、出马仙这种不都是鬼怪狐狸吗？他们点点头说是这样说，关键从天界下来的也不一定就是神佛吗？风水师心里一凛，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。风水师就问，那里有很多菩萨吗？他们就说，很多几十个菩萨，不过他们在当地不叫菩萨，叫姨妈。你说的那个林菩萨，他在当地叫林姨妈。风水师点点头没说话，想着哪天有机会还要去贵州那边看看这些菩萨。结果前几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邀请他去贵州一叙，这个人就是林菩萨。他算了算，这时候距离在北京见林菩萨已经快10年了。他按照地址赶到了贵州，那里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村子。六盘水有3个县，分别是六直盘县水城，每个县取第一个字组成了市名。他去的地方在某一个县藏在一条山谷里，跋山涉水赶过去非常不容易。他赶到那里却没有见到林菩萨，说林菩萨还在闭关，要过几天出来，让他自己先在村子里转一转。他闲着没事，在村子里转了转，吃了一碗腊肉炒折耳根，跟饭铺小老板聊了聊，就发现了这个村子的神秘。这个村子住着好多个菩萨，这些菩萨有的很便宜，最便宜的一个看一次只要7元钱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就是7元钱人民币，就是现在的价钱，确切的说是上个月的价钱。他就掏了7元钱进去看了看，这个菩萨叫紫菩萨。为啥叫这个怪名字？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这个紫菩萨住在一个农家院里，他端端正正坐在院子中间的一把太师椅上，生意很好，当地人都排着队去见他。估计是因为太便宜了，排了半天终于到他了。他就听见有个小孩细声细气地喊他，某某某某过来，某某过来。他心里一个机灵，接着就吓了一跳，因为他抬起头就看见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坐在太师椅上看着他，周围并没有别人。那是谁在说话？还有这个某某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字，他后来在师门改了名字，原来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了，那是谁在喊他呢？还在想，那个老太太那边又说话了，某某快过来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原来那个老太太在说话，但是这个声音也不对，因为老太太正在笑眯眯地看着他，并没有开口。那声音是哪里来的呢？他疑惑地走过去，那声音又响起来了，某某来自北京老家，在无锡学习，在青城山。他又是一惊，因为说的全都对。这时候他也发现哪里不对了，那声音并不是出自老太太口里，而是他腹部那里，就像有个小娃娃躲在那里，难怪叫紫菩萨。紫菩萨露了这一手，让风水师服气了，就老老实实请教了几个问题。结果这个紫菩萨就露怯了，回答的那是炉头不对马嘴，压根就没有一条对的。后来他又请教了几个关于未来的事情，那更是完全的胡说八道。他就知道了，原来这个紫菩萨就会这点本事，难怪只有7元钱。不过这个应声叫名字和来历的本事还是很能唬人的。他又去见了一个菩萨，这个菩萨叫纸菩萨。这个纸菩萨也跟那个紫菩萨差不多，就是你掏出一张钱，在钱上哈一口气给他，他闻一闻就能准确说出你的名字、老家在哪里、工作在哪里。但是对于未来嘛，他也和紫菩萨一样，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。当然了，他收费也很便宜，就是那一张纸币的钱，基本上都是给个10元钱或者5元钱。给1元钱的话，菩萨会不高兴，把你给骂出去。挺有趣的，就是没啥用。他等了几天，终于等到了林菩萨。当地人对林菩萨很敬畏，首先因为它很贵，是其他菩萨价钱的上千倍，除了钱还有特定的烟酒礼品。其次就是规矩大，他即便收了钱和礼品，也不一定会给你看，有时候就挥挥手让你走，然后把钱和礼品退给你。不像其他菩萨和你嘻嘻哈哈的，即便给钱给少了，他最多骂你几句，把你撵走也没有啥问题。最后就是这个老太太可不是看过去，她主要看未来，而且有真本事，不仅会下咒，还会做法坛，所以来找她的都是京城的贵客，都是非富即贵的那种。风水师终于见到了老太太，发现老太太变化很大，
7、8年前他还是一头黑发，现在是一头雪白的头发，而且人苍老了许多。再次见面，两人都很感慨。风水师说当年感谢老太太给他治好了眼睛，也暗示了他未来的道路。老太太就摆摆手说自己当年也是年少气盛，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做，结果后来给一个西南的大人物做法事时被反噬了，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好在连夜赶回天门，滋养了小10年才慢慢恢复过来。风水师知道当年那件事的深浅，也是感慨，这老太太真是要逆天啊，这还不反噬？怎么反噬啊？好在最终人还是挺住了。他就问老太太，这个天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这些菩萨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老太太就说，这个地方嘛，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你闭上眼睛感受，能感到有一股气从上往下走，就是灵气了。他说你现在也是修行之人了，应该也知道国家是有几个结界的，比较明显的是雅安那个麒麟结界，还有3山5岳的隐秘结界，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结界。风水师就问他，那人身上的菩萨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和东北出马仙有什么区别吗？老太太就说，出马仙上身的仙和这里的菩萨其实大多都是动物，不过区别是东北的仙都是长白山修行的动物，还是人间的，而他们这里的菩萨多是天门下来的，有点儿仙气。风水师就问他，那天门上下来的或地上的有啥不同呢？老太太就说，地上的动物野性未改，你要是触怒了它，它可能会心生怨恨报复你，所以很危险。天上的嘛，最多吹吹牛，你得罪他了，他最多骂你一顿，也不会怎么你。风水师想想，这倒也是，毕竟看这种事情准不准还其次，关键要安全。风水师就问他，这次紧急找他是为了什么？老太太就说，他之前做事情太任性，仗着身上有上面的大仙，所以什么法事都做。现在看看他帮好多贪官出狱，其实是和天道相违的。他在这里静养了10年，终于明白了，人哪能和天道对着干啊，还是要顺应天道，顺应大势。所以他想做一个终极法事，把自己的罪过都赎回来。风水师就问他，什么法事呢？老太太就说，我想聚集天门所有的菩萨，做一个给国家祈福的终极法事，罗天大教。